主机端移植的手游普遍有着较高的质量与可玩性，虽然部分游戏在调教上还是会出现问题，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半成品，也足以包杀目前移动端的大部分游戏了。我们也是紧接着上期的移植手游推荐，今天我们除了看完全移植的手游外，还会演示一些单独为手机制作的特制版移植游戏。那么话不多说，赶紧拿起手机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手机端都有什么好玩的移植游戏呢？最近死亡空间重置了，借着这次机会，相信有不少玩家也是第一次体验到这个系列。那既然在主机端看完了初代艾萨克的探险，不妨让我们把视角转到手机，来看看这部外传性质的手机版死亡空间的表现。首先在剧情上，本作完全独立于主线的剧情，肯定会带给已经入坑的你对神印以及世界观更深的了解。其次在玩法上，手机版也尽量贴合了初代的武器系统，每种武器的2种释放模式，怪物需要断肢才能有效击杀的设定，以及对于近战系统和装备系统都有不错的还原。游戏还为手机端的全触摸屏进行了深层适配，切换模式、射击等操作都可以对屏幕进行直接的点击，或者摇摇手机就能完成。这样的隐藏式交互大大减少了虚拟按键遮挡游戏画面的情况。不过也是由于年代久远，作为老一批的手游，在画面上肯定是满足不了现在的玩家的。不过说实在的，游戏的整体特效表现其实还可以，略显朴素的画面硬水平并没有阻碍游戏营造的恐怖氛围。所以即便是放到现在，这部手游也是值得玩家们去品味的经典游戏。下一款游戏也是手机特制版，来自卡普空的《街头霸王4》手游。这部作品手机版的画面表现基本就是把 3D 的画面抠下来，然后一帧一帧的贴进手机里，所以各种角色都看起来非常有些纸片人的意思。在操作上，游戏用4个模拟街机的虚拟按键以及一个8项的虚拟摇杆来进行游戏的操作，整体体验下来其实也说不上差。而爆气绝招的释放则是直接点击血条下方的气槽进行，在这一点上还是不太友好的。在连招时还要让一个手指不自然的去点击脱离按键组以外的地方，这个设计放到现在来看，确实是有些不太尽如人意。不过游戏其他方面的表现还行，对于招式的还原、打击感的反馈，在当时的手机上都算是出类拔萃的作品了。不过游戏在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上出了巨大的问题，那就是本作的角色数量非常少。相信单凭这一点便能劝退很多玩家了。下一款游戏是来自 SE 的《勇者斗恶龙8》手机特供版。这款游戏的移植非常有意思，与大多数日式手游一样，通过竖屏的方式展现游戏。游戏的画面依旧有着很浓烈的时代气息，大部分的动画过场都是提前录制的，所以分辨率较低。而相较于前者的低分辨率，即时演算的过场则是帧数较低。说真的，在游玩本作时，我就感觉到游戏的帧数绝对不超过30帧。有很浓烈的卡顿感，无论是游戏的观感还是手感都相当难受。在操作上，游戏在战斗之外仅仅只给到了玩家一个摇杆，视角则是通过直接拖动屏幕或者点击复位按键来进行调试。体验下来，对于玩惯了横屏游戏的我来说还是不太舒服的，无论是观感还是操作都不太舒服。而游戏的战斗中也没有拿出什么有意思的新内容或者新反馈，完全就是原版的点击式回合制战斗。但是作为一款移植手游来说，游戏高还原的原汁原味的原版内容还是可以一试的，前提是你能承受得住游戏竖屏的视角以及超低的帧数。下一款游戏是举世闻名的《文明6》，这款回合制策略游戏的移植效果也算是相当不错的，画面整体上比 Switch 的表现要好，虽然能很明显的看出特效减少了，但是整体的画面观感也算是得到了保障，并且对于手机端的按键适配同样做的也大差不差。不过这款游戏有一个相当致命的问题，在游戏的回合制叠高了以后，即便是移动端目前最强的 M2 处理器，也撑不了多久就会卡成 PPT。对于一款游戏性随着回合数会越来越高的作品来说，光是这一点就足以将许多配置一般的玩家拒之门外了。而即便你配置不错，如果不速战速决，那么这款游戏估计也给不了你太好的体验。如果2K 以后可以优化这个问题，相信这款游戏还是会有不少新玩家来尝试的。下一款游戏同样是 SE 的精品游戏，首发于 Xbox 360平台，画面水平还算不错的回合制游戏《最后的神迹》。这部作品的身世有些曲折，本来是作为《最终幻想13》的竞品，但是 SE 面对有限的资源2选1的时候，最终选择了《最终幻想》，而这部《最后的神迹》则是被搁置了许久以后才诞生的作品。游戏本身的内容量其实相当不错，但是由于走了较为传统的 RPG 路线，再加上游戏本身的上手难度较高，并且在当时用虚幻3引擎打造的画面也略显油腻，再加上各种技术性问题，最终让这部作品没有了下文。虽然在主机端的反响平平，但是把这个内容体量的作品放到手机上，可以说是给了国内手游一点小小的主机震撼。不过目前国内玩家想体验到这部游戏有2个巨大的门槛，
一是这部内容文本量还算不错的作品不支持中文，二是本作不同寻常的复杂战斗以及一系列的衍生系统。想要体验这部游戏，就需要玩家去钻研玩法，还有深啃内容，才能体验到本作的乐趣。但是如果这样玩游戏的话，成本可是太高了呀。下一款还是 SE 的电影化叙事神作《奇异人生》，相信大家都或多或少听说过这部标杆作品，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来看表现。手机版虽然是虚幻四引擎开发，但是画面表现力要远低于 Switch 版，画面没有可调节选项，所有手机都只能共用一种画质，还是很难受的。国产动画的表现很不错，再加上游戏的简体中文字幕，更是让玩家可以有一种看动画电影的感觉。而到了操作环节，游戏的表现就不太理想了，大量的狗牙加上低分辨率，实在是非常影响游戏的观感。不过所有的可选互动倒是一样没落，游戏在可操作内容上没有做阉割，整体来看其实也不算坏，至少就能保证游戏的流畅运行。本作在重点的叙事演出环节的表现非常不错，不过在可操作的环节，游戏的画面会大打折扣。虽然没有到出戏的地步，但是的确能证明本作的优化手段有些暴力。这部电影化叙事并且剧本相当不错的看番游戏，不知道能不能对上你的胃口呢？下一款游戏是一部国产作品《部落与弯刀》。这部游戏的体量在手游中算是个大型游戏了，简单来讲，这就是一部俯视角的骑马与砍杀，并且游戏的内容量也相当丰富，各大部族之间随时都在变化的关系网与一个个小部族与土匪的冲突，共同构建了一个活灵活现的江湖世界。而我们作为天选的主角，要一路通过结盟或者自己发家等方式攻城略地、招兵买马，在这个乱世中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。除了游戏的养成玩法外，游戏的战斗系统也很不错。玩家在攻城时会带上自己的部队一起战斗，而两军相争的激烈场面让人格外的热血沸腾。玩家与英雄兵种单位则是会有技能体系，通过装备以及养成加点来提升。不同出身也会有截然不同的事件以及战斗风格，并且游戏还有不少的 DLC 和官方支持的玩家模组可以扩充内容。就是这样一部集合了多种玩法并且运用的相当不错的游戏，我个人认为算是主机端一支手游的相当精彩的作品了。本期的最后一款游戏是《加拿大死亡之路》，可别小看了这部像素游戏。这部游戏可是超乎想象的好玩。我们所捏出的主角需要逃离丧尸危机的加拿大，来到安全区，而这一路上的经历便是游戏的主要内容。在游玩上，游戏采用了全随机的模式，地图随机、事件随机、物品随机。一路上我们会开车遇到多样的事件，像是遇到超市看到野生动物被抢劫，或者遇到其他幸存者等。而每个事件都会给予玩家多样的回答选择，你对这些事件的回答则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收益。光是与这些随机事件互动就已经非常有意思了，但是游戏的操作环节更有意思。路上遇到的幸存者根据玩家的回复可能会入队，玩家则需要更多的资源来与队友一起运营，所以搜刮是必要的。我们可以和队友一起通过随机事件进入不同的地区搜刮，武器、子弹、食物等补给品的搜刮便是游戏的主要操作目标了。通过精确的计算来尽量减少损失，获得补给就是游戏中玩家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。而像是丧尸会越聚越多，枪械会引来更多丧尸等设定，也是更容易让玩家去思考策略。由于这款游戏还有着昼夜变化，晚上僵尸的刷新速度以及战斗力都会变高，所以玩家不能在同一个地方逗留太久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许多限制玩家发挥的设定，但是这些阻碍都恰到好处的增添了游戏的紧张感与代入感，让这部加拿大死亡之路的游戏表现相当出彩。不过比较可惜的是，手机版目前没有中文，并且也没有可用的汉化补丁，但是通过翻译软件生啃也还是能够玩下去的。好的，那么以上便是本期一支手游推荐的全部内容了。不知道这期视频有没有你玩过或者想要体验的游戏出现呢？那么本期视频点赞破200，这个系列就会有下期视频哦。喜欢视频的话就3连关注支持一下吧。我是3位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